嘿，大家好啊，这里是小耳。最近有位观众要求我整一期现代题材的对决，虽然每次弄现代题材都不吃香，但谁让咱是一个宠粉 UP 呢？所以今天我们的内容就是看看100名装备了标枪的士兵能否抵挡住大量艾布拉姆斯还有布雷德利的攻势。在这里我安排的2种车都是很先进的型号，为了应对可能从四面八方来袭的单兵火箭弹和导弹，这2种战车的一圈都是贴满了各种各样的附加防护的。但不妙的是，标枪这玩意儿是能攻顶的，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模拟，看看到底哪一方能够赢得本次的胜利吧。好嘞，模拟现在已经开始。因为冷战模组有着很多原版中没有的新机制，所以本期视频我会全程进行解说。冷战模组默认设置下的单位视野很近很近，甚至可以用鼠目寸光来形容，所以我就在默认的数值后面多加了一个0，结果这就导致所有的单位能够一眼看到地图另一边的敌人。在这里，艾布拉姆斯也是从很远的距离上就开始发起攻击，这一行为成功的激怒了这些小兵，他们开始使用攻顶模式进行反击。在这儿给个近距离的特写，这个弹头直接就冲着他的弹药架砸了进去。然后模组也是很细节的还原了艾布拉姆斯的这个分离式弹药架的设计，它的这个顶盖已经崩了出来，成功的卸掉了这个爆炸的压力。这可能是让部分车主捡到了一条命，但随后还有10几发标枪的这个弹头打了过来。我们甚至可以看到有一些弹头因为撞在了一起而提前在半空中被引爆了。反正这么一波下来，就是把如来佛祖请来，这台 M1 里怕是也没活人了。然后在这边呢，又刷新了一台 M1 和一台布雷德利。不知道如果是在现实中的话，这个车主看到前方的战况，心情将会如何？此时这第一台 M1 已经彻底废了，车主已经安详地躺在了地上，而英军小兵这边又开始发射标枪了。可能是因为攻顶模式，所以这玩意儿一打一个准，再次引燃了第2台 M1 的弹药架。在这里我个人主观的认为呢，就算是它这个弹药架和这个成员舱之间是隔开的，在现实中这么被引爆的话，估计也够车主受的了。在 M1 歇菜的同时，这边的布雷德利也吃了一发标枪，他挨上这一发后就直接没了动静。而旁边的 M1 呢，估计炮塔里还是有活人的，他依旧在不停地发射这个烟幕弹，这就成功干扰了相当数量来袭的标枪导弹。因为这个现代主战发射的烟幕是有热量的，它能够干扰热成像之类的仪器，但我并不清楚标枪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瞄准的，所以在现实中这一招也不一定管用。在我们刚才碎碎念的同时呢，这台 M1 竟然又开了一炮，那应该是他提前装填在炮管里的最后一发炮弹，因为此时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左下角它的这个弹药架已经爆了出来。在打空炮弹之后，他用这个炮管子上方外挂的这么一挺.50机枪不停的射击，而炮塔顶部的这个无人武器站呢，已经没了动静，所以我估计此时车内就只剩下炮手一个人还存活了。然后这支.50的弹药盒也是在外面，等它也打光的话，就只能用7.62的那个同轴来进行反击了。此时因为那台车的英勇抵抗，他的队友们也受到了鼓舞，纷纷冲上来挨打。这个现代战争导弹乱飞的场面真是非常的酷炫，可就不知道为啥每次更新这种内容播放量就不高。反正本期我是为了展现各种有意思的细节，也用慢镜头给到了特写和解说。如果大家喜欢的话，还请多多给这个视频3连，将它推荐至首页，能被更多人看到。至于本期双方的这个单位部署呢，本身就是为了图一个乐，所以最后判定谁赢谁输也没有意义。我们直接就下期视频再见吧。